部分啦。好，如果有听见我的声音的伙伴，不管你人在哪里，请帮我打上数字888，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些互动，打上八八八。如果我撇头看别的地方，就代表那个就是我在看另外一台电脑，我带两台电脑。为了直播，你看我要带两台电脑出差，带一堆衣服就算了，我要带两台电脑出差，很值得打八八八吧？OK，好，那感谢大家来上线，一起来学习。每周二就是我们一起学习的好的时间。事实上，我现在已经在规划了，我们3月份开始也会有一些，不只是周二晚上的学习，我们也会规划周间的中午啊，我会采访一些就是在做 AI 的工具啊，或是用 AI 在工作的人，他们怎么样把 AI 导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，让他们来分享、来互动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子。对啊，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谁来分享，可以让我知道啊，你可以写信给我啊，反正大家都联络到我，或者是可以直接讯息我都可以。像我们有一个 AI 的作家啊，叫 C 啊，陈世家 C 大哥，他本身也是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人，我们到时候所以可以邀他上来这样子。如果够多人上线，他应该也蛮喜欢一起互动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主题，跟大家分享两个部分啦，用 AI 打造问卷，掌握用户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代理一个 AI 网站的服务，叫 Duda 啊，这个网站很特别。上礼拜如果你有来上课的话，我们的那个炳轩老师有跟大家做一下分享，怎么样来操作啊，怎么样写关于我们介绍自己的部分，这样是怎么样快速用 AI 来做 Google 问卷，这样子来帮助大家啊，去掌握你的客户啊，你的这个网站到底要长什么样，用一些问卷调查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大家的是那个大家可能这个很多人都稍微了解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美国很红的一个人叫 Elon Musk 啊，对我们写错写马克思，会共产党主义那一个的 AI 哦，他有个 AI 叫方便的，大家都能够。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些东西。太多个人在座，应该有蛮多的人都是在这个社群里面啦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在社群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找 QR code 进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课后的课程啊、影片啊，或是做直播啊，第一次所以大家可以进来，可以扫 QR code 给大家5秒，五、四、三、我们分别进来了啊，3、2、1，好，那我们就往下走喽。好，一样快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啦。我知道有些朋友阿公老师我想一样，每天上班。好，我的本业上是做 ERP 系统，像进货、销货、存货这样子。那我上平常导入 ERP 系统，所以如果大家 ERP 需求，也可以找我聊聊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在这2年当中教蛮多 AI 的课程，包含台湾理光、华硕电脑、南山人寿、虾皮、欧德家具，然后你上 Toyota 等等等都是我的客户。然后在政府单有提到嘛，接下来我要去高雄市政府去教课，这样的第一线的首教课。好，那过去的评价都还算不错啦，今天满分5分，大家都拿到4.8、4.9啊、4.7这样子，都不会太差。OK，好，那我自己有写一些文章，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看过文章这是比较旧的数据啊，6000多，上现在大概有23000多个人看过，所以你可以去 Google 上面打 AI 风格，就会找到我的一些文章内容。然后如果你平常比较忙，想要听的也可以啊，我们有 Podcast 叫下班学 AI 也可以听啊，不管是 Google Apple Podcast 也可以找到，Spotify 上面也都可以找到，叫下班学 AI 啊，里面你看到的东西、听到的东西，全部都是阿峰老师用 AI 做出来的啊。我们接下来3月份也会开课，教大家怎么样做自己的自媒体啊，这部分也是蛮不错，很多人有在询问。那当然，我虽然是用 AI 做出来，但我是总编辑啊，所以我会做全部的内容的筛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我只是懒得自己录嘛，自己写，我们叫 AI 来帮忙这样子。好，
如何用 AI 来造句。之前呢，是不是好像有点卡？发现我这边的画面好像没有动诶，困难，稍等我一下。果然出差在外，WiFi 还是最重要的。我连我自己的 WiFi，哎，我两台电脑，大家稍等我一下。好，好，我连上我那台 WiFi，看起来应该是比较顺利一些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啊，要教大家的就是这个，如何用 AI 打造 Google 问卷。如果你之前有上过我的课，如何用 AI 快速打造问卷的，可以帮我在聊天室里面打上一个 G 吗？如果没有上过课的，帮我打上一个 N 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如果大部分人都有上过课的话，我可能就教快一点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帮我打上一个 N，让我知道啊，我要教的速度快慢这样子。啊，时常打 N，时常不是常常来吗？就能打上一个 N。那其他人呢？是不是可以打 N 啊？富美姐打上一个 N，其他伙伴呢？还是你忘记了？哎呀，明亨啊，明亨每一场都有来啊，对，好，大部分伙伴好像都是 N，OK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还是一步步来。你可以用 AI 快速的打上问卷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像我最近啊，就是我有客户，我跟他聊完之后，我就用手机录音，就用手机录音，录完音之后，对不对？开完会之后，我就把录音档丢给 AI，让他帮我转出逐字稿出来啊。至于用什么 AI 呢？这个 AI 很棒，有机会你们可以去下载，叫 Memo AI。这个 AI 是用你的电脑可以帮你转逐字稿，所以就像举例来说，好像我可能就给他一个6分30秒录音档，让他把英文全部中文、英文都帮我抓下来，英文是我让他做翻译的，就可以全部都下来。所以我跟客户开完会之后，我就把开会的记录怎么样丢给这个 AI 啊，丢完之后怎么样，我就可以把逐字稿抓出来啦，就非常非常方便。抓出来之后就怎么样，我就可以请他针对某一个部分，请他帮我设计成问卷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快速的示范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就现场 demo 给大家看啊，我现在就拿这个手机。然后有些人问我说：“阿峰老师啊，请问一下，录音要用什么设备录最好？”我跟你讲，用你手机录最好，因为你手机是一支价值3到4万块的录音设备啊。如果你手机录音还不好哦，那代表可能是你的手机真的太烂了啊。所以假设今天好，我就跟他分享说，我想要设计一个问卷。这问卷是我想问我的消费者，我是做 ERP 系统的，我想要知道我的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网站，他喜欢网站里面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哦，像是可能会有个案分析啊、个案分享啊，以及这个网站里面有没有过去的案例啊，有没有表单啊可以来填写等等等之类的，请你帮我设计一个问卷，大概是5到10题，然后让我可以发给我的客户。让他快速的填写完之后，我就知道我的网站上面要放什么样的内容。好，我就录了30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不到，看得到我的画面这边。好，大概录了36秒左右的时间，没有太长。那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档案怎么样传到我的 LINE 里面，就那么简单。现场 demo 给大家看，就传到我的 LINE 里面。好，这边就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按下载，就那么简单。哦，下载的有点慢。有他在动。好，这时候顺便跟大家讲啊，如果上过课，我也会讲说，如果啊你真的没办法用这样的方法，就是你没有这样的 AI 可以来帮助你去做所谓的声音转文字的话，你也可以善用 ChatGPT 的 APP 啊，我分享画面给大家看哈，有把我的画面变大，好，大家看得到我的画面比较大了，好，我把我的背景拿掉，哦，这样子，好。
你就可以去下载 ChatGPT 的 APP，长中间这个按钮的样子，看到？中间这个按钮就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啊，你也可以用刚刚互动的方式，它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看到像麦克风的按钮，你可以把它按下去之后，你讲的话讲的内容，它全部都会录制下来，然后待会就帮你翻成你的语言这样子。不然你讲英语、中文、台语嘛，你拢嘛听有。然后这个的好处是它不用付钱，而且速度蛮快。但坏处是，如果你大概录制3分钟以上的，我都会建议啊，你不要用这个方法录，因为如果它当掉，你就会很想杀了它。因为我之前就曾经录过大概将近7、8分钟的东西，然后它最后就当掉。它当掉之后，我就重新再讲一次，很累很痛苦啊。好，所以大概刚刚讲了34秒钟的东西，看一下它表现如何，看到还跑出来了。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里面内容，应该都算是蛮完整的，速度很快这样子。好，不过我刚刚的档案已经下载下来了，所以我就来展示另一种方式给大家看，就是如何用刚刚那个 Memo AI 快速的把你的逐字稿把它抓出来。我刚刚已经下载下来嘛，我这边就按选择本机媒体，我就按下去。啊，这时候就找我刚刚的档案，这边有个下载按钮，就点 Voice 11768这个。好，那这时候啊，如果你没有付费的人，大家就是用比较低的，就是极速啊、平衡高品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速度它越快，这个 AI 的速度越快，它的品质通常就不会太好，所以它有些逐字稿就可能会抓的比较烂这样子啊。如果你要好一点的话，可以用高品质，但这个时候就要额外再付它钱。但这个 Memo AI 老实说很便宜啦，一年大概才600块而已，非常非常便宜，我用的是非常开心啦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就随便点一个这个 Middle 等级的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因为我讲中文嘛，我就点繁体中文，我这就按确认转录。那这时候他就帮我做事情了，他速度通常都蛮快的，36秒钟的东西，他可能一下就好了这样子。像我的过去的经验啊，看好了没有？速度快到吓死我。对不对？就是我甚至还跟大家聊天，他就跑出来了，这不是胡乱的，现场 demo 出来了，觉得神奇的，打上一个8好不好？觉得很神奇，打上一个8，吓死我了，这样速度很快啊。今天啊，我今天跟他分享设计一个问卷，这个问卷是怎么样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全部都跑出来了。那这时候我就按汇出，按复制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内容怎么样贴到你的 ChatGPT 里面啦。好，我就用最跟大家一样的版本啊，就是4O 版本这样子，就贴过来。好，贴过来之后就有这些内容。当然前面这句话废话先把它删掉。今天好，这应该是我刚刚不小心录到。今天好，把它删掉。好，这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好，请你依照上面的内容，帮我制作成5到8题啊，题目的问卷。但他不会直接帮你做成问卷，他只会先帮你做成问卷的格式内容。哦，它是8题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会发现他实际上他答错我的想法，因为我想要做的是我要做一个网站，我想要在这个网站，我的客户希望我网站有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搞错了。所以他搞错不是他的问题，一定是我的文字写的不够清楚。不过没关系，好，我就按暂停，这个按钮按下去，它就暂停了。他说我不是要问客户关于客户的问题，我是要问客户关于我的网站要有什么内容，他们会比较喜欢，会比较想要知道的东西。你就是可以那么直白的跟他讲。有些人像很多人找我上课都会希望说，老师有没有什么秘诀口诀，可以很快速的做出这个好的内容？我会说，这个就跟做事情一样，就是没有100分的方法，只有最符合你的方法。那你就是不断的去做调整啊。像我之前也有展示过，我写文章，虽然我有一段很长的我的提示词，但老实说，我就一直不断的修改，一直不断的精进这样子啊。他这次就比较成功了嘛，看，为了让我们的网站能够符合你的需求，这个问卷大概2分钟而已，帮我做这个评估哦。你在评估 ERP 系统的时候，最希望从网站上获得什么资料？当你造访 ERP 系统的网站的时候，你最希望网站提供什么东西给你？哦，看起来好像不错嘛。但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内容你不是很喜欢，你当然可以做调整。哦，
假设这样的内容你觉得已经很不错了，那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毕竟它不是一个问卷的格式嘛，可以让大家来填写。那这时候有人当然就也不能说比较笨，有些人就比较草根一点，就一个一个复制贴上也 OK 哦。但如果你常常干问卷，你这样做你就很累。但是我们既然用了 AI 啊，懒惰就要懒惰到底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请你帮我把以上的问卷设计成 GAS 的格式。GAS 是什么哈？不是瓦斯哈，不是 gas 哈，是 Google AppleScript， 是 Google 的一个程式语言的方式，叫 Google AppleScript 这样子哦。所以它开始就一步步的帮我设计了哦。这里是一份 Google AppleScript 的程式码哦，你应该可以怎么做这样，上我都知道了。OK， 好，他就给我开始写程式语言。老实说，我看的没有那么懂，不过在 AI 的时代下，你本来就不用看懂。你只要会下命令、下指令就可以。它现在这可以编辑，这没有错，本来就有这东西。好，为了怕大家觉得太复杂，我要跳回来。这个编辑，这就是之前有教大家的一个功能，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我不要编辑，来重开一个。我只要看那个程式码就好，上我也不会编辑啊，因为我也不是学程式语言的。好，这边看到就有它的程式语言啦。这时候做什么事情很简单，按复制，按下去。好，我们再开一个新的页面，到你的 Google 云端上面。这时候你就可以点什么？点新增，然后这边就按更多，更多完这边就出现一个刚刚讲的 Google App Script， 你可以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，你会出现一个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懂的东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也看的不是很懂，无所谓，一步步来。这时候就要按复制，按贴上，就把你的程式语言贴上来了。啊，这边有个按钮叫做将专案储存至云端硬碟，点下去，它就储存下来。这时候就可以按执行。老实说，不一定会成功了啊，不成功也没关系嘛。为什么呢？他可以帮我们做那么多事情呢，我们就一步步来，一步步学习。但老实说啦，就我的经验啊，他这边就要审查权限，你就要把你的就是登录你的 Google 的账号这样子。以我的经验啊，大概我在3个月前教，还蛮容易出包的啊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还是他的问题。但现在我的经验都蛮容易直接成功的。哎呦，一讲完他就出包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马上示范给大家看。如果他没办法做的时候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一样把这段复制下来，把错误的复制下来，贴给 ChatGPT， 再让他去做调整跟修改。但他可能应该已经做差不多，只是卡在某个地方。好，我这时候叫 ChatGPT 做事嘛，你就不用等它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的首页，应该就找得到。看一下哦，这边我再重新整理一下。这边有一个位面名称，这边有一个 ERP 系统网站内容需求调查问卷，好，点进来，它第一关就卡住了，它这边卡住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。他应该有原因的啊，不接受什么什么方式这样子 ，OK， 没关系，他看得懂就好，按一样复制，贴过来，全选贴上，把原本的覆盖起来，按储存，按执行，再来一次，希望不要再掉漆了哈，兄弟，又卡住了什么？13这边停住，成功案例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可能我用4O他比较笨吧，是不是？老实说，我最近那没关系，我们来试看看。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讲说我会教大家 DeepSeek 吗？好，我们来试看看，如果把这个东西丢给 DeepSeek，它效果如何这样子。好，我先把它复制下来，好，把这句话也复制下来，贴到最下面。好，我们刚刚有开一个 DeepSeek，好，DeepSeek 在那边 chat.deepseek.com，你有 Google 账号就能够登录这样子。待会我会跟大家讲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、特别的地方。我先讲结果啊，如果你是一般的使用者，没有太多不一样，对。
这边要修改了吗？是这边。好，不要我每次在 demo 的时候才出包，我平常工作他都不会出包。OK，再给他一次机会执行，看他效果如何。哎，还是卡住了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ChatGPT 我没有不帮你啊，你就容易出包。对，我们来看看 DeepSeek 有没有比较好。但至少发现 DeepSeek 比较慢一点点啊。把里面复制，我们再看看 DeepSeek 可不可以干掉我们的 ChatGPT 呢？哎呦，哎哎，DeepSeek 不小心赢了 ChatGPT 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完成了，闻到 ERP 系统网站内容需求调查问卷，现在客户哒哒哒哒就列出来，你在评估等等等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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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列出来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网站，实际上第一步你可以先问你的客户你想要什么东西，用这种方法就会蛮方便的这样子。所以给大家示范的，你可以快速的做出一个问卷出来啊。这个程式码内容我也直接贴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了，让大家可以复制。如果你想要去做调整的话，也是很不错的。贴到群组里面，贴在这边给大家。好，那 Google Web Suite 上是一个很棒的程式语言方法。真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大家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。像如果你们有报名我的这个那个课，这个今天的课程的话，像那自动发现都是 Google Web Suite 帮我用。啊，当然我也都看不懂，我就是一个一个的跟 ChatGPT 跟 AI 沟通，跟他说我的 Google 表单得到什么资料的时候，请你发送什么资料，然后给这个狮子哥发送给 Sabrina 等等等之类，就那么简单，他就帮我达到这样的效果跟这样的结果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只要善用工具的时候，你不懂程式语言也没关系，你只要懂得如何跟 AI 沟通啊，像我今天刚刚也教了 DeepSeek，就蛮方便的啊。ChatGPT 没办法，我已经给他2次机会，他还失败，我要抖这样子。好，所以 DeepSeek 大概也可以试试看，这蛮有趣的。好，那我顺便讲一下，到底 DeepSeek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开一个新的页面，你一开始进来之后，它通常都会叫你注册账号密码这样子。好，那假设你今天已经注册完之后，呃，但你听完我讲之后，你再注册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些在意的地方。我先退出。你看到简体就很明确了，它就是中国大陆研发的一套文字型的生成式的人工智慧的 AI 这样子。对，那它到底跟 ChatGPT 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老实说，就一般我们的使用者来说，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但有个东西，如果你不是付费的 ChatGPT 用户的话，你可能比较少看到。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，像我自己是付费的，先把不要的东西关掉。那我自己是付费的，我就按新交谈啊。像我有一个，它为什么一直卡在这个东西？我不要这个东西，把它关掉。OK，好，像我做一个 O3 Mini High 好了，这是最新的 AI 的模型。但因为你们大部分应该都没有付费，应该就没有。我示范给大家看。我说，请你帮我介绍一下什么是 Google 我就打 GA 的 Google Web Suite。好，他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你看，他开始做推理的动作，去了解我到底在问什么问题，然后他会做类似一个叫做自问自答概念啊，考虑 GAS 的含义。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是 GAS 啊，GAS 可能是气体，这是 gas，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东西，哒哒哒哒哒，他开始去做一个对谈，就是自我对谈跟互动这样子。好像 DeepSeek 也是一样，你看这边有一个点下来，这么个深度思考啊，完你把它点下去。他就按送出，他就会做一个类似的事情啊。他们自己会思考当中，到底这个消费者，而不是消费者，这个使用者在问什么问题呢？他到底问什么挖个东西？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啊，他就推理了33秒，你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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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可能在问气体，有可能是 Google AppScript，也有可能是什么一般适应症候群，等等等之类的这样子。啊，这个 DeepSeek 也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是 ChatGPT 没有付费的版本，你又想要让它去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，像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对。所以它
这个东西蛮擅长做什么推理的，例如你可以问他一些比较属于这种解答的东西，它效果会比较好一些这样子。但现在 DeepSeek 遇到最大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 ChatGPT 这家公司，就是 OpenAI 这家公司，觉得他们偷用了他们的东西这样子啊。至于什么东西，我就不多讲，因为那比较复杂。但老实说，对我们一般使用者来说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。这样子，对，你看你看上他回答很像，你看第一个 Google AppScript，第二个一般适应症候群啊，跟这个回答就很接近。你看的警戒期、抵抗期跟疲乏期，警戒期、抵抗期、衰竭期啊，很接近的，非常非常接近。所以我么 ChatGPT 有点不爽啊，这样子。但对于老实说，对于消费者来说就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大家可以想想看，有点像是这个当年个人电脑刚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很贵，一台要非常非常贵，然后大家要用的时候就会要花很多的钱，所以不会每个人都用。但是后来开始，大家如果记得什么光华商场开始有破解嘛，你可以去组装电脑啊，用比较低的价格组装成一个很棒的机型啊、型号啊等等等之类的这样子。现在就有点像这样子，就是 DeepSeek 发现了一种可以破解本来需要很高成本才能做的 AI，但他们现在用的成本比较低啊，所以老实说，当然对于像 NVIDIA 啊，或者对于这种 ChatGPT 这种美国的公司，他们当然觉得很不爽啊，就觉得就是你盗用我的东西啊，这是我的专利啊，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等等之类。但老实说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，是因为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，我们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，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啊。当然，对公司行号来说也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过去可能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得到一个很棒的结果，或是用一个很棒的 AI，但你现在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也能够做到这件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企业主的话，你老实说啊，要开心啊。而且老实说，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更好、更棒，因为台湾硬体很强。然后，如果我们又学习了 DeepSeek 的方式的话，我们的软硬可以做整合跟结合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接下来的发展，对啊，但不要只有期待股票的发展，好不好？很多人问我 AI，问一问都是问股票啊，虽然我自己也有做一些投资理财啊，有兴趣可以私聊，但平常比较少聊这一块的。OK，好，好，那这就是第一部分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如何用 AI 打造问卷，然后去掌握你的用户这件事情。但如果聪明一点的同学有上过我的课，应该都知道我课里面有讲过一个东西，上次也有跟大家讲，叫做 GPTs。GPTs 是什么呢？大家如果知道的，就可以打在聊天室里面。我常常讲 ChatGPT 的 GPTs 就是 ChatGPT 的什么？就是它的 APP。所以这边有个探索 GPT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更好的问卷的时候，像我刚刚问的问题很简单嘛，你可以直接打问卷，看起来有没有能做类似的 APP 出来。如果你找不到中文的问卷，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原因就是因为这个，就像十几年前的 Apple Store、Google Play 啊，上面没有什么中文的这个 APP 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打英文嘛，打 survey，survey 就是问卷嘛，survey survey。这边就开始有很多人有做什么 survey analysis 啊，做不同的东西等等等 survey crafter 啊，然后这边就是它下载使用的数量，就跟我们 APP 下载数量一样。好，假设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好，点进来，按确认，这样说，请请问我该如何使用他说专门做问卷调查，他在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你就可以提供这些资料，提供你的目标受众、调查目标啊、问题数量，哒哒哒哒，才会帮你做出一份更完整的问卷。所以我刚刚做的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啊，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GPTs，它可以帮你做出更高级的问卷、更精准的问卷，那你得到的资讯跟资料量是更加的完整的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问卷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的是第二个部分，